刺杀总统到底有多难？美国总统是美国的权力象征，他的安保系统堪比堡垒。从林肯时代的简单护卫到现代的高科技防护，每一代总统的安全系统都在前一代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加强。刺杀总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历史上还是有几次刺杀成功的案件，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国家命运。亚伯拉罕·林肯，南北战争的英雄，却因其坚定的废奴隶场而遇刺身亡。詹姆斯·加菲尔德在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被愤怒的求职者枪杀。威廉·麦金莱是经济繁荣的象征，却因无政府主义者的子弹而倒下。约翰·肯尼迪，一位年轻有为的总统，在冷战的阴影下遭遇刺杀，成了世纪之谜。是什么驱使刺客冒险犯难？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动机？今天我们将揭开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去探索刺杀事件究竟如何改变历史。Fourscore and 7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up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首先，让我们回到1865年的4月14日，这一天是南军投降的第5天，也是林肯总统任内的最后一天。他在华盛顿特区的福特剧院观看戏剧《我们的美国表兄弟》，然而这场戏剧却变成了国家的悲剧。林肯是美国第16任总统，他的领导在美国南北战争当中至关重要。也就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让他成功地废除了奴隶制。林肯坚定地认为，奴隶制不仅违反人权，还与现代经济制度格格不入。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他颁布了解放奴隶宣言，并推动通过了宪法第13修正案，规定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那天晚上，林肯坐在剧院的包厢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悲剧。约翰·威尔克斯·布斯是一位著名的演员，同时也是南方的同情者。他悄悄走进林肯，并用手枪从背后开枪射中了他的头部。布斯认为刺杀林肯可以改变南方的命运，恢复他们以往的生活方式。林肯总统于次日早晨不治身亡。林肯的刺杀事件不仅是个人恩怨的结果，更是南北战争和废奴运动的直接延续。南方奴隶制经济的崩溃，使得许多人对林肯充满了仇恨和恐惧。布斯及其同谋者认为，刺杀林肯可以为南方报仇，并改变战争结果。然而，他们低估了北方的决心和力量。林肯的死不仅没有帮助南方恢复旧制度，反而加速了南方的投降和重建进程。林肯死亡无疑震惊了整个国家，特别是重建时期林肯计划的中断，使得联邦政府对南方的政策变得更加严厉。与此同时，林肯的死亡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象征着为自由和统一付出的巨大代价。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1881年的夏天，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上任仅仅6个半月，在华盛顿特区的火车站遭遇不幸。加菲尔德是美国的第20任总统，他致力于政府改革，特别是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加菲尔德上任之后不久，便面对共和党内的分裂和政治任命等问题。他的改革措施试图结束分肥制，也就是通过政治任命分配政府职位，这无疑触动了许多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分肥制也被称作政治分赃，是说当选的议员可以在法案当中添加对支持者和亲信的附加条件，从而使他们受益自肥。1881年7月2日，加菲尔德在火车站正在准备前往新英格兰度假，他突然被一名男子从身后射中2枪。这名刺客名为查尔斯·吉托，是一位精神失常的律师。他为加菲尔德未能任命他为外交官而感到极度不满，还有他认为刺杀总统之后可以获得党内支持，给他个一官半职。显然，吉托刺杀加菲尔德的动机除了个人恩怨，还包括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吉托自认为自己对加菲尔德的支持应当得到政治任命的回报，而加菲尔德的改革措施却动摇了这种传统做法。吉托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抵触情绪，以及政治系统内的腐败和不公。加菲尔德遭遇刺杀之后，并没有立刻身亡，而是经历了长达2个月的痛苦治疗，最终在1881年9月19日离世。加菲尔德的死亡震惊整个联邦，并促使政府加快了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最后通过了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这项法案奠定了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基础，确保政府职位的分配基于能力而非政治关系。现在让我们来到1901年的9月6日，威廉·麦金莱总统在纽约州的泛美博览会上遇刺。麦金莱是美国第25任总统，他在任内推动了国家经济繁荣，并成功领导了美西战争。然而，他的政策也引起一些极端分子的反感。麦金莱的经济政策倾向保护主义，也就是通过关税保护美国的工业，这在某些群体当中引发了强烈反对。
美西战争胜利后，迫使西班牙吐出了波多黎各、关岛与菲律宾等殖民地，美国还吞并了独立的夏威夷共和国，使之成为美国的领土。因此，也有人批评麦金莱有可能把美国拖进帝国的泥潭。在泛美博览会上，麦金莱正在与公众握手，正当他伸手与人交谈时，一名男子趁机靠近，用隐藏在手帕下的手枪射中了他。刺客里昂·乔格什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刺杀麦金莱的动机也源于他无政府主义的信念。他反对政府的存在，并认为刺杀总统可以打击这个他认为不公正的制度。乔格什受到了当时欧洲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一运动主张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有政府，建立没有国家权力的社会。而麦金莱的经济政策则被视为维护资本主义和政府威权的象征，这进一步激怒了乔格什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麦金莱遇刺后，于1周后的9月14日重伤去世。他死后，由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任总统职位，开启了著名的进步时代。罗斯福的上任标志着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他推动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改革，包括反垄断法、劳动法和食品安全法的颁布。这些改革不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政策，也塑造了现代美国的治理结构。Ich bin ein Berliner。最后，让我们回到1963年11月22日，这一天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命运。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遇刺身亡。肯尼迪是美国第35任总统，他以其年轻的魅力和新边疆政策而著称。他在冷战期间应对了古巴导弹危机，并积极推动民权运动。肯尼迪的政治立场和政策措施使他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在达拉斯，肯尼迪为了表现得更为亲民，和妻子杰奎琳坐在敞篷车里向人群挥手。当车队行驶到戴利广场时，枪声突然响起，子弹正中肯尼迪的头部和颈部，使他倒在杰奎琳的怀中。随后，肯尼迪被紧急送往医院，不久后宣布死亡。不巧的是，这起震惊世界的刺杀事件发生在电视直播当中，让全世界都目睹了这一悲剧的发生。肯尼迪遭遇刺杀，引发了无数阴谋论，原因是官方调查之后认为刺客里哈维·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可是这个奥斯瓦尔德在之后的审讯和转运过程当中也被陌生人刺杀，因此引发了公众对于该事件连环灭口的猜想。刺客无端死亡，导致多个阴谋论应运而生，这其中就包括黑手党、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外国政府是否参与。比如黑手党阴谋论，这种理论认为黑手党对肯尼迪兄弟的严厉打击感到非常愤怒，尤其是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对他们的打击，因此黑手党组织了这次刺杀，以此来报复肯尼迪家族。再比如政府内部阴谋论，这种理论认为美国政府内部一些高层官员，包括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因为不满肯尼迪的政策和领导风格而策划了刺杀。虽然这些理论至今未能得到确凿证据的支持，但他们从侧面反映了肯尼迪刺杀事件的神秘性和复杂性，使它成为历史上最具争议和讨论度的总统刺杀事件。肯尼迪的死无疑震惊了冷战当中的全世界，也深深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继任的林登·约翰逊总统推动了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的通过，这些立法极大地推动了民权运动的发展。此外，肯尼迪的死亡也对冷战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苏美两国在之后的几十年当中不断寻求更稳定的对话和合作。 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if you seek peace, if you seek prosperity for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f you seek liberalization, come here to this gate. Mr. Gorbachev, open this gate.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981年3月30日罗纳德·里根总统遇刺的故事。里根是美国第40任总统，以其强硬的反苏立场和推动经济改革而著称。他的里根经济学试图通过减税、减少政府干预来刺激经济增长。那天，里根在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酒店发表演讲后，准备乘车离去。刺客约翰·辛克利从人群中闯出，连续开了6枪。幸运的是，里根并没有被直接打中，而是被一颗反弹的子弹击中了胸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辛克利的刺杀动机既不是个人恩怨，也没有政治诉求，而是为了引起演员朱迪·福斯特的注意。后来通过审讯才知道，辛克利看了几十遍斯科塞斯的电影《出租车司机》。而他的刺杀行动就是在模仿里面罗伯特·德尼罗所扮演的角色，他想干一片大的，引起世人的注意。辛克利后来因为重度精神疾病被判无罪，但是他的余生一大半都在精神病院当中度过。里根在医院接受紧急手术，最终康复，完成了他的总统任期。也就是因为这次刺杀事件，
增加了公众对里根的同情和支持，让他变得更加受欢迎。The American dream is dead. I will bring it back.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前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川普是美国第45任总统，以其激进的政策和直言不讳的性格而著称。他的执政风格一直以来都在引发广泛争议，从移民政策到对外贸易，每一个决策都能引起美国社会和全世界的强烈反应。对于川普来说，遭遇刺杀威胁，前2天的竞选活动并不是第一次。最著名的例子是2016年，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一名男子试图从警察手中抢枪，刺杀特朗普。该男子在审讯中表示，他对川普的言论和政策感到极度不满。与2016年刺杀案件不同的是，此次行刺的凶手被特勤局当场击毙，刺杀动机也就此成了悬案。不过，根据川普极具争议的言论和政策，他所遭遇的刺杀威胁，恰恰说明了美国社会的极度撕裂。现代政治之所以文明，就是用选票代替了肉体清除。回顾这些总统遇刺和威胁事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个别悲剧，而是对国家命运的深远影响。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请为我点赞转发，我们下期再见。